咱们结婚吧。中森明菜小心翼翼地说道。不要了吧，我可没钱买房。近藤真彦一脸随意地说了一句。一般人听到这估计都会感觉这是拒绝了，可中森明菜却感觉这是男友终于要娶自己了。他满心欢喜地掏出了所有积蓄，先是花8000万日元买了一套公寓，紧接着又用300万日元购买家具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甚至还有一次，她为了男友可以获奖，放弃了本该得奖的机会。她深知如果自己在的话，近藤真彦根本不会有机会。可即便这样，换来的依旧是男友的背叛。近藤真彦很快和一个实力派女歌手松田圣子传出了绯闻。这个松田圣子已婚只是其一，最关键的是她和中森明菜是竞争对手。明菜痛苦不已，本来以为可以换得家人的安慰，却没想到最后却是自己的妹妹想要踩着自己上位。1965年，中森明菜出生了。他家里属于多子的类型，总共有6个孩子。中森明菜是老五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家里经营的是肉铺，只不过后来因为生意不咋地，又改卖拉面，不料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差。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拮据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成员，也就是电视机。这个成员脾气很是火爆，一言不合就不出声音，非得你用手打2下才行，欠欠的。俗话说得好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中森明菜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能任性，自他懂事开始，就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分工干活。姐姐们负责洗衣服，她则是负责买菜做饭。只不过因为家里太过贫困，买菜也只能买大白菜。时间一长，他居然对买菜也颇有心得。他知道正月前的白菜最便宜，4颗只需要80日元，所以会在那个时候多买一些。因为菜式太过单一，中森明菜只能在烹饪手法上多加改善，比如今天吃的炒白菜，明天就吃水煮的，周而复始，1个星期都不带重样的。日子虽然过得很是艰难，不过他们还是很会苦中作乐的。家中时不时的就会传出中森明菜唱歌的声音，声音十分美妙，让人闻之不忘。母亲听完之后很是欣慰，心想终于有一个人遗传了我唱歌的天赋。于是乎，母亲就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教明菜唱歌的身上。2个人兴致来了，还会手拿筷子当话筒高歌一曲。每当他唱的还行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夸赞他，你之后一定会成为一名歌星。小孩子嘛，听着听着就信了。当时的中森明菜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当歌手，给家里买新电视，买大 house。他满心欢喜地想凭借一己之力撑起这个大家庭，不料却体弱多病。他时常感觉自己是在拖累家里，很是愧疚。所以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他也不吱声，只是自己默默地扛着。这个时候的他应该不会想到，就是他的这种性格造成了他未来的悲剧。在他14岁那年，机会终于来临。那一年，日本电视台正在举办一档选秀节目，中森明菜得知后欣然前往。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可以凭借唱功一举出道，却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。他刚唱完歌，评委就连连摇头表示，这姑娘看起来年龄还小，唱的歌却这么成熟，不太好。中森明菜没有气馁，第2年又继续参加比赛。这一次比赛中，他又被评委以同样的理由淘汰。1981年，中森明菜选择再战。这一次，他演唱了偶像山口百惠的《梦相爱内人》，一开口就惊艳四座，直接一举拿下了节目开播以来的最高分392分。一夜之间，中森明菜从原来的小白成为了行业新星，他也得以和岩阴华纳签约，未来的发展势不可挡。恰巧在那个时候，著名的女歌手山口百惠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为了家庭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，于是乎中森明菜就成了他们力捧的对象。第2年，他就发布了单曲《慢动作》，只不过成绩并不突出。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这首歌在公信榜停留了39周，这种情况对于新人歌手来说是很少见的。随后，公司就将中森明菜朝着山口百惠方向打扮，渐渐的，大家都以为中森明菜就是山口百惠的接班人，他也算借着东风火力吧。随后，中森明菜发布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在排行榜的首位，不是第1就是第2。那些歌迷们都称赞他为元祖歌姬。据说他最红的时候，张国荣都是他的歌迷，他的才华以及美貌都促使他备受欢迎。据说当年徐克筹拍《倩女幽魂》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中森明菜，只不过却被拒绝，这才出现了王祖贤饰演的经典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，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爱情的毒。
1983年，在歌唱界已经小有名气的中森明菜突然转行影视界。他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近藤真彦一起合作的《爱出发》。彼时的他们，一个18岁，一个19岁，两人郎才女貌，再加上饰演的还是情侣，一个回眸，他们坠入了爱河。准确的说，是近藤真彦看见清纯可人的中森明菜，根本都移不开眼，连忙展开追求。初次品尝到爱情滋味的中森明菜自然用情至深，根本无法自控。他甚至在公共场合当众宣布，想在23、24岁的时候结婚生子，就像自己偶像山口百惠一样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可她却不知道，山口百惠的丈夫三浦友和是一个沉稳而富有责任心的人，而她深爱的近藤真彦则是一个花心大萝卜，还是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她推入深渊的大萝卜。1985年，作为歌手的近藤真彦，为了可以拓展亚洲市场，跑到了香港举行演唱会。在一场酒会中，他看到了刚刚22岁的梅艳芳。当时还有人给他们引荐，有个人指着梅艳芳说了一句：“这是阿妹。”近藤真彦立马来了一句：“我去年就已经认识她了。”就是这一句话让梅艳芳对他产生了好奇心，却没想到有的时候好奇也是会害死猫的。酒会完毕之后，他们一行人又相约去迪士高玩耍。近藤真彦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，连忙凑了上去：“我能请你跳舞吗？”梅艳芳欣然邀约，两个人的舞跳了一支又一支，他们之间的氛围也愈加暧昧，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，近藤真彦忍不住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可以吻你一下吗？”神奇的是，梅艳芳居然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三人行。近藤真彦早已忘记了自己身处日本的乖乖女友，满心只有眼前这个英姿飒爽的美女。为了可以获得美人的真心，他先是将自己胸前的领带针送给了梅艳芳，紧接着又送给了她一枚钻石胸针。梅艳芳感动不已，她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碰到了真爱，却没想到对方是一个渣男。在近藤真彦开完演唱会回到日本之后，梅艳芳才知道他并不是单身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他早已无法自拔，他不止一次询问自己的好朋友刘培基：“我很喜欢他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刘培基看到这样的梅艳芳很是心疼，只能劝她追求真爱。梅艳芳听完之后，顿时感觉自己遇到了知音，连忙买了机票飞到了日本。据说当时梅艳芳为了近藤真彦，特意在日本买了个房子。有一次刘培基去日本看望梅艳芳的时候，却看见她在地上刷马桶，这让刘培基不禁感叹，不管多强多骄傲的女人都跨不过一个情字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梅艳芳也只是想要一个家而已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近藤真彦又开始惦记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只不过他这一次找了一个好的理由：中森明菜离开我是活不了的，而你没有我还能好好活下去。这个渣男语录真的堪比洪世贤了。后来梅艳芳因病去世，举办葬礼的时候，近藤真彦也没有出现。而事实上，近藤真彦这边和梅艳芳分了手，那边又和武田久美子、藤谷美和子等人花天酒地。紧接着没过多久，近藤真彦又和比他大2岁的人妻松田圣子在美国幽会，只不过松田圣子毕竟已经结婚，和他待在一起也只是玩玩而已，很快就果断退出了。也许是因为近藤真彦的绯闻层出不穷，让中森明菜心如死灰。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家里人的安慰，却没想到自己的亲妹妹打着公司的名义拍了很多大尺度的照片，明摆着想要踩着自己上位。情场失利，亲情也不再如初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难以接受，情不自禁的就干了一件蠢事。1989年，中森明菜24岁生日前夕，他一声不吭地跑到了近藤真彦的公寓里，用剃刀割开了手腕，地上全是涌出的鲜血。幸运的是，很快他就被人发现，送到了医院。6个小时后，他得以抢救成功。虽然中森明菜并没有爆出这次自杀的原因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于是乎，近藤真彦成为了被群起而攻之的那个人。当时他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他慌了，于是他再一次利用了中森明菜。他先是用金屏风将中森明菜忽悠过来，就在大家以为他将要求婚忏悔的时候，他却突然间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女友的身上，让他向全国观众就自己自杀的行为道歉。这种事搁到谁身上谁都受不了。可神奇的是，中森明菜就像被 PUA 了一样，强忍着泪水承担了所有的错误。
近藤真彦却反而开始安利起了自己之后会参加的工作，不少网友感叹他这是没有心呀。这事过后没有多久，近藤真彦又将中森明菜忽悠到了一个小公司里。两个人分手后，这家公司的老板带走了所有人员和资金，将这家本就极小的公司整成了空壳，最后一代歌姬落得个发片困难的下场。就在中森明菜好不容易再次登顶的时候，近藤真彦又站出来作妖。他公布了自己和千万富婆女友的恋情，让中森明菜好不容易缓和的心情再次变得恍惚起来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他真的结婚了，娶的确实是富婆，可住的地方却是中森明菜斥巨资给他买的房子，而中森明菜却渐渐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多年后，他参加采访的时候被问到：“你对之前的感情后悔吗？”中森明菜一脸怅然地说了一句：“对于恋爱方面，也许应该是有一点变化的吧，不能太钻牛角尖，也不能太过全身心投入之类的吧。”中森明菜的事业完全是被一段恋情摧毁掉的，我们不会忘记他站在舞台上光艳四射的模样，也不会忘记他为了爱情卑微到谷底的样子。其实有的时候及时止损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如果你是中森明菜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这里是于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